我不止要揭露王安平，我还要为姐姐报仇。你准备了2年，找出当年逼死公廉之人，并佯装成白修罗的狂热信徒，得到了王安平的信任。王安平的眼里只有钱，只要我还能让这些信徒们继续相信白修罗，只要我还能让他得到信徒们的供奉，他什么都愿意。啊，那些信徒们也一样，他们只在乎白修罗是否还能满足他们的愿望，根本不记得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他们逼死了。他们甚至还怪他死得太晚，没能让白修罗降世。我学会了王安平的入梦之术，我要让逼死姐姐的每一个人都去迎请白修罗。他们不会自愿赴死，他们都心有挂念。这就是他们的虚伪之处。我祝他们得偿所愿。他们对白修罗表现得无比虔诚，就如同当年逼死我姐姐时一样。但当我以白修罗入梦，告诉他们被选中迎请白修罗的时候，他们无一人去赴死。他们当初那般笃定，那般信誓旦旦，轮到自己的时候，全都换了一副嘴脸。他们害怕、胆怯，却又心怀侥幸，但他们欠我姐姐一条命。所以，你就用他们最在乎的东西威胁他。你用儿子威胁潘永琪，用白牡丹香膏伤了点将的手。至于罗志安，你应该还是费了些法子。你让罗志安得到淑妃倚重，虽然让他更加信任白修罗，但他如日中天之际，更难甘心赴死，所以你就让他踏上了阴阳路，遇见了董才人。什么都瞒不过县主，私自施针致嫔妃眼盲，此事一旦暴露，别说淑妃，宫中岂会有人还敢用他？他不仅名声尽毁，全家人都会被牵连。要么他自枪，要么全家人给他陪葬。你计划逼死所有害死你姐姐的凶手，之后再将所有他人自尽的罪名扣在王安平头上。你很聪明。县主好不好奇？我既然要报仇，又是怂人自尽，为何要用如此复杂的方式？死不过是一瞬间，不过知道自家在某个时间死去，活着就变成了折磨。潘永琪在狱中每分每秒的焦灼，罗志安在阴阳路上的每一步，绳索勒进点将皮肤的一呼一嚎，都是你对他们的惩罚。你不只希望他们死，你更想让他们感受到公廉死前的痛苦，这才是真正的复仇。还是被你看破了，所以你是故意放我离开内野局的。是，我知道你并不相信白修罗，
你上演自尽的戏码，不过是想让我们放松对你的警惕，让你有时间再去杀人。我见过那么多白修罗的信徒，练习了那么多次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那根羽毛。羽毛？信徒们都将那根羽毛看作是白修罗的化身，叫我要烧羽毛，以便师太发狂。但你演完自尽的戏码，笃信我已经上钩，那羽毛就放在桌上。你看都没有再看一眼。是我太心急了。跟我走吧。仙主，能不能求你？我不会让你从这儿跳下去的。我反正都是难逃一死，求你，让我和姐姐一样从这儿走吧。你果然很喜欢雪姨娘，这身雨衣很漂亮。我也希望真的有白修罗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和姐姐下辈子都做淑妃身边的小鸟，不用活得那么辛苦。你此刻死了，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。王安平现在的罪名，就只有在宫中私搭祭坛、大兴巫蛊，能证明他害死空莲的，就只有你了。董才人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姐姐是怎么死的？连你也来逼我去死是吗？白修罗说，只要我吓吓你，就可以拿回我的眼睛。嗷！只有我死，你才能拿回你的眼睛。什么？白修罗应该说的是，只有我死，你才能拿回你的眼睛。只有你死，才能拿回我的眼睛。那我不要我的眼睛了，我不要你死。反正罗一坚回来之后，也可以治好我的眼睛，到时候圣上就可以每天来看我了。我美鱼，我美鱼，我美鱼，我美鱼。你很美，真的很美。我很美，我很美，我很美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累了，
我想休息了，董才人，今夜就不要去阴阳路看画了，早点回宫歇着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养足了精神，明日圣上还要见你。明天圣上还来见我，我要回去好好睡觉了。明天圣上来见我，我要好好睡觉去了。明天圣上来见我，我要好好。我想起已经把只用了去才去忘掉他，心中的人在这我失望看不清模样，叫我还相信以后会见到所有的伤，叫我仍梦着你回天冷了，快回去吧。如果白修罗真的能实现一个愿望，你会许什么愿？当影碎，我希望你能如愿。一盏孤光照就像乔木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许什么愿。我想要改变的事，救回的人太多了，而且你看，如果世上人人都以一己之心得偿所愿，那一定是个顶顶糟糕的事情。在心下，又像夜遁入长可我真的很想他。这才多久啊？就这样亲他了？你不是爱喝吗？偏偏只给你一点点。气不气？你有本事来跟我抢啊！你来啊！你来骂我呀！他们都不敢在我面前提你，这有什么？你不就是死了？我就敢提。老鬼头，你死了，死了！死老鬼头！
干嘛非要成家？这下好了，剩我一个人在世上，多孤单。哎，你看看，两脚别超过肩，收拢。对，稳住稳住啊！别超过肩膀。哎呦，这牛肉！是你干的？我行，再加一个时辰。你这花灯真好看，我也觉得，你这个小兔子的也很好看啊。我小时候我娘教我做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教你啊。好啊。这个大鱼也不错。是啊，红彤彤的，多稀奇啊。裴爷，裴爷，我想，裴爷，今天练得不错，师傅奖赏你一个鸡腿。哦，谢谢。哈哈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啊！师傅你也吃啊。好，我吃，真懂事。哎呀，师傅问你，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想长按。来，喝一个。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？你呀，这辈子也别想了，你还不走啊你！小疯子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裴爷，人不能为一件事情困一辈子。阿姨，你来了。真人贪财，看到了你，定是去告官了。只好委屈素玄真人再多待一阵儿了。我知道你的打算。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退路？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黑市了。好手段，真是好手段！他竟然能找到真人。原来这位就是在万安山清修的素玄真人，久闻大名，真人避世多年，此时下山，竟与叶平安的侵犯有瓜葛。我下山
与你口中之人毫无关系，是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香儿，这些年来，你受苦了。过去的事，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可过去的事对为娘来说很重要。我曾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错，时至今日，不能再将错就错了。素玄真人所言的错事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件错事就是母亲。做什么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本王夫人不敬？康平王误会了，我们是为捉拿钦犯在此，没成想素玄真人也在这儿，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玄敏，你终于还是下山了。贫道乃方外之人，请康平王称呼我的道号即可。这么多年，我和仙儿无一日不再盼着你回府，就连府上的冰糖糕，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。你可以不在乎我，可仙儿大了。她侍奉圣上多年，好不容易熬到今日，成为当朝女官，你难道不为她高兴吗？母亲，跟我们回府吧。我就在这儿，哪里都不去。这里也太污浊了吧！你是为师之后，身份尊贵，这里不适合你清修。世间纷扰皆过眼，心中无为自安然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觉得这比其他地方都清静。康平王，人多眼杂，让他们都走。误会一场。既然没有侵犯，诸位还是散了吧。撤。母亲保重。你的计策奏效了。刚才他们要进来的时候，都要把我吓死了。时隔许久，竟又被厉军给盯上了。除了他这酷吏，武游竟还加派人手追捕我们，真是四面受敌。素轩真人特意留在黑市，就是为了让武游竟有所顾忌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派人来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另寻住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拜谢他。
父亲，贤儿，看来叶平安早就谋划好了一切，定是有人将府中的旧事内情告诉了他，他才得以说动母亲下山。那个人会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少成，你说呢？依少成看，王府里已出了奸细，若真是如此，需尽快将其揪出来。府中之人个个万里挑一，忠心耿耿，他们没有理由背叛。身居上位者，容易将身居下位者视为工具，忘记他们也有七情六欲，可他们也是人，是人，皆可利诱。那你呢？什么力可诱你？你怀疑我？对，我就是怀疑你。显儿，你莫要忘了，是我察觉叶平安身处黑市的消息有诈，康平王才得以及时赶到。你迁怒于我，也改变不了你输给叶平安半子的事实。山高路险，雪天路滑难行。运盐的车已经损失了好几辆，怎么样才能补充呢？女儿倒是有个提议。叶平安找的黄一民是假的，我们何不去找真正的黄一民？见过康平王，小人近几日片刻都没有歇息，马不停蹄地赶往曹州，一番苦寻，总算找到了黄一民的儿子黄琦，并由他引荐，小人见到了黄一民。冻坏了吧？去，给他拿件暖和的球衣来。是。小人不敢居功，都是袁绍卿惦记着康平王左右，给了小人黄琦欠别人恩情留下的信物，小人这才得以将事情办顺利。很好，大理寺的差事你继续做，再跟周弥多学些本事。谢康平王恩典，小人没齿难忘。黄一民能卖多少盐啊？有盐5万担，够应一计之需了。但黄一民提出要跟你面谈，才敢做这笔生意。萧野之夫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去和他谈。袁少卿，袁少卿，哎，袁少卿将来可是要成为尚书右丞之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何茂山以后一定为你好好办事儿啊！你给我记着，一次我可以忍，但我绝不会给人第2次威胁我的机会。是，告辞。多派些人找叶平安，除了他待过的延庆坊，还有富庶坊，挨个给我排查。告诉大理寺的人，捉到他之后，必须严加审问。这样会不会太不讲旧情了？咱们非得把他往死里逼吗？女儿去跟黄一民谈，父亲是不放心吗？我是想让你多个心眼儿。这批盐数目不小，我会另派人去曹州，先查证何茂山所言真伪，然后再安排和黄一民见面。
御史案重查后，圣上革了一批言官，但现在的言价比去年更高，圣上却毫无动作。女儿觉得安静的有些不同寻常。圣上心里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封得以延续。对内，我要为圣上压制心怀李氏的臣子；对外，边境战事军需的重担在我肩上，康儿这场仗一定要赢，但一定不能赢得太快。只要一日战事不停，圣上就不可无我，无有境。那叶平安交给我，黄义民那边就等父亲的好消息了。你喜欢好酒，琅琊王氏的大公子送来的。平安，密道已经挖通，我们可以换地方了。走吧。郎主，属下已经查实，何茂山要找的人的确是黄一鸣。我们已向他道明来意，也证明了我们的诚意。他答应了会面，此时人已在东山山中。走，去东山。是，郎主，需不需要袁绍卿一起去？不用。你求见本王，本王来了，就是诚意，不必多言，给我报个合理的价格。盐，你有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一个惯于掌控局势的高手，他的气势松弛有度，而只有做下人的、做守卫的，或者江湖上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才会这样紧绷着身体，想要装出一副霸气凌人、让人害怕的样子。纵使身上穿着名贵华服，也不像康平王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滚！别在老江湖面前给本王丢人现眼。
黄铁拐人虽然不多，可能人不少啊。我从曹州到这京城附近来，自然要谨慎些。你一直要跟我面谈，是对我不信任呢，还是对我开的价不满意？我干的可是杀头的买卖，买主用言做什么，我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至于这言价，想必康平王已经打探过了。老夫一向是120文1斗的卖价，绝不坐地起价。哎，甚至还可以给你100文1斗。那你黄铁拐到底想要什么？不妨直说。哼，哎呀，这外面风大，康平王可有意与老夫入吴一叙？